今天超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苹果正式放弃电动车的领域，而且即将裁撤掉这个部门，并转移他们旗下的员工到其他的部门上面。那虽然近几个月一直有相似的消息，不管是延后这个案子啊，或是可能改变他们在汽车上面的策略，但是整个裁撤掉这个倒是我们真的先前没有想到的。但是这可能会是对苹果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消息。嘿，大家好，苹果爹！哇，那今天这个大新闻很多观众也传给我，就是才几个小时前才发出来，在外媒有非常多的媒体共同差不多同时间去报道，就是苹果内部2大高层对他们的秘密电动车部门的员工发表出这个消息，说这个部门即将慢慢的结束掉，而且他们会转移旗下的员工到公司其他的领域上面，或者是现在有一些可能不一定共同领域的人，你们可以申请转移到苹果内部其他的部门里面。那因为这些外媒的报道都是从非常大型的，不管是新闻社啊，或是报社所分享出来的，对比近几个月来，不管这些新闻啊，或者说里面高层员工的这些异动其实都看得出一些端倪。那我们就先来分享新闻的地方，那最后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些我的看法。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观众可以参与讨论，不管是分享你们看法，或者你们什么消息想要跟我们讨论，都欢迎在下面留言。OK， 那这个新闻呢，就是现在消息人士指出来了，苹果在这个电动车领域的部门已经投入了10几年，而且数十亿美金的资金，那这堪称是苹果历史以来最具有野心的一个项目。但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他们对内部员工发出一则信息，而且是专门针对这个电动车部门的人。那据他们说法是有将近2000名的员工，那是由他们营运长及副总裁一起对内部发表。他们说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项目即将慢慢的结束那在他们现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特别一个小组，那专注在人工智能上面。那他们会转移这个电动车专用的人工智能小组到他们内部的人工智能里面，帮助这几年来生成式 AI 的发展。因为生成式 AI 将会是公司这几年来最专注的领域。那至于这个电动车团队里面还有其他，不管是汽车设计师啊、工程师，他们也可以申请转移到苹果其他的部门上面，那可能是参与产品开发、产品设计。但不管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数量还是很庞大那内部有没有需要那么多人也不知道，那他们势必会需要进行裁员，只是目前确切的数字还不知道。那这个理论上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那到底投资界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在他们发表出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股票就瞬间止跌，开始进行一些比较正向的调整。所以目前看起来可能市场上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正面的看待。那其实某些方面我也是这样看。那其实有在关注我 IG 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大概近1个月来有发表一些新闻，就是苹果在电动车项目上面有做一些调整那本来可能预期是一个全自动驾驶的一个汽车，但是可能在这些测试上面或者数据上面有做到一些瓶颈，他们后来调整为可能上市的时候，即使是在2028年的话，也会调整，可能只有 Level 2的辅助驾驶。而且在那个时刻呢，其实就有点面临他们内部在讨论这个部门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生存下去，或这个案子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所以不论是可能延迟这个汽车要发表跟上市的时间啊，或是调整里面自动驾驶的这些成绩，那甚至是关掉这个项目，都在他们讨论范围之中。那当时他们预想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可能售价大约是在10万美金但是他们内部也知道，可能10万美金算是一个比较甜蜜带，可能是一个市场上比较可以接受的价格，卖出去的价格，但是同时间他们内部也不会造成太多的损失。但是很显然呢，苹果的董事会在看到这个消息跟做了分析之后，他们也觉得说，即使你卖10万美元还不能回本的情况下，那我们公司还要再投入多少年、多少亿美金在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赚钱或者上市的产品上面。同时苹果毕竟不是一个专注在汽车领域上面公司，他们在可能他们 iPhone 啊，他们整个生态链系上面还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跟威胁。那也导致说他们在总研发的成本，其实在过去5年就花了1000多亿美金。他们其实就希望说，再来的研发资金、创新资金放在更专注的地方。那看完这些新闻之后呢，我有几个想法想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呢，就是苹果在创新还有风险上面的管理。那苹果一直是一个印象以来不断追求创新的公司，因为其实从苹果电脑这个公司一开始，从 Steve Jobs 创立一开始，他们就是在走不一样的路，在这市场上面做出一些革命。那以前 Steve Jobs 的时代不管是他刚草创这间公司的时期，或者他中间被踢出去之后又再回来，其实他中间都是不断的创业，不断的在革新领域。那在他在世的这段期间之中呢，他也不断的证明他可以很精准的抓到市场上什么东西可能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那当一个创办人不断的在这些领域一直成功的时候，其实不管说整个市场或者董事会对他的信心自然是不一样。那在他去世之后呢， Tim Cook 接手，那我们也不可否认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一个管理人才之一，但是偏偏在创新上面，我们唯一看到苹果比较创新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股价不断创新高嘛。那你说新产品的推出来讲，当然现在的 Vision Pro 还是非常早期初期的阶段，那这个我虽然很认同这个产品，但是它成功与否当然是要市场的验证，也不是我说的算。那在这个之前呢，它所推出的唯一的新产品就是 Apple Watch。那虽然它已经是穿戴式装置上面市占最高的产品，但是我也不得不否认，它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革命性的使用方式，它比较像是一个通知啊、监
健康侦测一个延伸性的装置。那它对我们对科技领域或是说科技世界的这个使用跟操作并没有带来任何革命性的改变。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多少会造成董事会对它的信心有点动摇，或许在管理层面没有，在风险控管层面没有，但是在能不能真的创新出一个新产品的这个部分多少可能有一点。那这种如果他们要再相信它，可能在投入很多年跟很多的资金在这个汽车产业上面多少会有点没有信心。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他在用词上面提到 AI 这个字眼的时候有非常大的改变，以前都是完全不讲，那到现在在访问的时候都会尽力去提到 AI 这个字。那我相信多多少少不管是内部策略的改变，董事会给他的压力都会造成这些不一样的影响。那第二点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其实非常明显的让大家知道说他们现在要把这个资源转向 AI 领域的发展，那特别是在生成式的 AI 上面，那这库克也有自己亲口说出来，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科技领域的这个未来性其实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因为虽然电动汽车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但是你有既有的汽车工业、汽车产业、汽车品牌在上面，他们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不管是生产网、销售网，还有大家对这个品牌既有的信赖程度。那即使是在 Elon Musk 一个这么厉害、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个奇才上面，他带领特斯拉也是经过非常多的阵痛期才走到今天的地步。那如果苹果在一个玩那么多年的情况下，你要进入一个自己非常不熟悉的领域，而且要触碰到一些可能要建构它的硬体生态网的时候，对比把这个资金投入在一个可能苹果相对熟悉的 AI 领域上面应该说可能其他 AI 公司都有在过去10几年来更早投入 AI 领域嘛，但是 AI 我觉得在我们一般消费者使用上面，或者在现今科技的限制上面，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硬体一个载体，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应用它，或者说它可以为我们生活上面实际带来什么帮助。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非常多新创的 AI 公司，他们也发展出自己的硬体，那甚至是 OpenAI 我们也得到消息说他们也一直在寻找生产出硬体的可能性。那恰巧这个领域软硬整合就是苹果最擅长的地方。那所以一大笔资金，董事会你要叫苹果投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不熟悉的领域，汽车工业领域，还是投入在这个 AI 的发展软硬整合上面，我觉得这个选择应该是非常的清楚。那投资嘛，当然就不是一个空白支票一直开下去，投资就是要看到它什么时候可以回报，或是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回报。那同时长远来讲呢，以这个公司的这个 DNA 来讲，到底哪个领域是比较适合你走的方向。那下一点呢，就是它里面内部员工或者说是整个组织整个重新重整调整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汽车领域竟然放了将近2000个人在里面。我们觉得在科技产业，我们知道就是人力资源有时候是一个最难取得的地方，所以他们这些矽谷科技大厂常常开出很高的资金互相抢人，就是这个原因。那现在你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建构你这个汽车团队，那刚好跟你们专注的自动驾驶上面有非常多它跟 AI 本身就是很相关的领域，那你转移这些部分的人到你自己内部的 AI 领域上面，我觉得是非常合理。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说这些人会不会想要真的就转过去？因为这些人才呢，他们不止可能在你的公司，在任何公司都有很好的发展。那不管你本来进入这个自动驾驶领域，可能是你对汽车工业有很大的热情，那这种时候你要转移到内部做生成式 AI， 你会愿意？或是你可能就会转到特斯拉或是其他新创的这些自动驾驶，或是既有的福特、Toyota，他们可能也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想要更深度的发展。那这些人会不会想要往他们更有热情的地方走？那如果是完全专注在生成式 AI 或是 AI 领域的人的话，那你会不会也想要转往现在就已经很成熟的 AI 公司上面？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只要你是人才，选择都是在你手上啦。所以苹果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要想说怎么去留住这些人，因为这些你几十年来投入的资金所创造出的这些无形资产，如果这些人也走掉的话，那这些很重要智慧财产也可能流失到其他公司上面。所以苹果可能要非常小心，或是确保这一点可以顺利的进行。那在第4点呢，我觉得就是外界观感的地方。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到，我觉得对我而言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是大家看法可能不一样。可能稍微负面的一点就是有些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说，好，那你在一个领域投入了10几年的这个时间，然后几十亿美金的资金后，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完全空掉，那多少也会对这个领导决策或者说你们看未来的方向有一点怀疑。那这边就不单单只是说他们是不是很喜欢电动车，本身是不是很在意这一点，应该比较是说你怎么会做出这样那么重大错误的决策。但是反过来讲呢，如果说他们这笔钱或者资源是要投入在甚至是 AI 上面，这个也是先前我们影片也是讲到我们很担心苹果落后的地方。因为你说 Google 已经比他们早很久就开始，然后 OpenAI 看到他们现在的发展，然后他们有非常大的资源 Microsoft 在后面支持，那苹果前几年以来一直避免去提到 AI， 或者是某方面有尊敬他们可能对于使用者的隐私这些部分要做到更好的保护。但是在这个 AI 推进的时代里面，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些使用者的这些经验来支持的话，你要怎么
在 AI 领域上面超越别人，或是说追上别人现在所达到的成就。那或许是有方法，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必须是要把你的重心放在这个上面。AI 这个领域是我们去年做很多影片，我们就有提到，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会改变，有点像是 iPhone 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是改变我们应对科技的方式，我们应用科技的方式。我们现在使用一个手机，使用一个科技啊，一项功能生产力的时候，我们要针对某一个不一样的功能生产力去寻找不一样的 App、不一样的软体，然后去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就直接看到现在的 iPhone 啊，即使你在不下载任何 App 的情况下，它本身有这个捷径的 App， 那它就代表说，这只手机它里面的处理效能或者它的理解能力，其实可以做到非常多繁琐的生产力的工作。但是你去跟它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它不了解你。那这部分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科技的一个瓶颈跟症结点。但生成式 AI 让我们看到，这个枷锁被打开的可能性，或者说它可能早就已经被打开了。那我一直不断的讲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慢慢的在捷径 App 里面去试错、去拼凑、去找到不一样的使用逻辑跟方式？我觉得理论上，就像我们现在使用 ChatGPT 的方式，它甚至可以直接帮我写出一个简短的 App， 直接帮我写出一个网站。如果我今天在电脑上面要做一个自动化的事情，它会自动帮我写出来。那甚至在我本身写出来的这一部分，我也可以拿给他看，让他直接帮我挑出错误，帮我做修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跟科技应对的方式，其实就应该是那么简单，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呢，你的迟疑、你的延迟，或是你的追不上，已经就不是像前几年我们在讲 iPhone 缺点的时候，你相机画素比别人少，或者你镜头比别人少，或者是你没有折叠功能，这些东西那么简单而已。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革命性我们使用科技的改变。可能我们现在所理解，你整个生态链里面所创造出来的帝国，可以一夕之间被打败。那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觉得说，这个是好消息，苹果终于要了解说 AI 这个领域的重要性。那或许他们也真的感受到威胁，所以喜和忧啦。但个人情绪层面会希望看到苹果做出一个自己汽车它有多漂亮，然后多么革命性的使用方式，然后我们可以整套手机、汽车、电脑、眼镜什么全部都是苹果的系统，这样用起来很爽。但是理性层面，苹果如果没有办法持续在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其实就会慢慢被市场淘汰。你其实做什么硬体出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了。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完这个新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看法。那最后最重要还是希望观众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参与讨论，或者分享你们知道一些消息啊，或是提出你们的看法，什么都可以。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脸，我们下次见，拜。